女人因为冒充真千金被发现，她被父母抛弃，被真千金抢走未婚夫，被打断双腿，被本就讨厌她的五位哥哥残忍虐待，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忧郁而终。再后来的五位哥哥也因为遭遇陷害和挑拨后，纷纷黑化成了疯批反派，而真千金桑宁作为正义的一方，最后甚至不得不大义灭亲。然而江琪却穿书成这个下场凄惨的假千金。当江琪知道这个原主结局后，直接傻眼。但好在此时此刻的假千金还只是个13岁的少女，真千金还没有上门来报复她，所以她要攒钱，到时自己被送进精神病院也有足够的钱生活。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其他五位哥哥都能听见她的心声。渐渐的，五位哥哥却被她的蠢萌可爱所吸引，把她捧在手心，等真千金归来的那一刻，感觉天都塌了。此时房门突然被推开，来人是江月涵，江家五位少爷的其中之一。下去吃晚饭。江月涵声色淡淡的吐出这几个字。江琪眨了眨眼睛，眸光落在江月涵一丝不苟的规整西装上，在家里也穿得这么正式，这家伙不累吗？稚嫩清脆的声音落进江月涵耳里，男人眸色微顿，这是江琪的声音，可面前的小姑娘压根没有开口说话。江月涵神色依旧是淡漠的，我刚从公司回来，所以才穿得这么正式。江琪愣了一下，他没有料到这个冰山大哥竟然主动对他说了这么多字。这样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位哥今天说了这么多话，他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江月涵的唇角绷紧了，这一刻他终于可以确定自己能听到江琪的心声。他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像是无事发生一般转身往楼梯口而去。江琪望着江月涵的背影，就这就走了，我还以为他要多说几句呢。江月涵的脚步陡然顿住，他莫名其妙地折返回来，用一贯的冷淡语气对他说道，要不要一起吃晚饭？餐厅里江琪和江月涵面对面坐着，江琪瞥了一眼盘中的晚餐，西兰花玉米蔬菜沙拉，好歹毒的晚餐啊。江月涵眉目冷淡地看向对面的妹妹，不喜欢吃这些。江琪急促地摇了摇头，初来乍到他想尽量给每个人留下好印象。他明媚乖巧地笑着，没有啊哥哥，我又不挑食。说着他插起一块牛排塞进嘴里，一边吃一边点头，味道还不错。不错个屁，我装的，不想吃就不要吃。他语气过于生硬，听起来更像是命令的口吻。江琪微微睁大眼睛，哥哥凶我。哥哥，你刚刚好凶，我没有。向来不屑解释和否认的江大少，面对江琪的控诉几乎是破天荒的，他尽量柔和了语调，平静地吐出这3个字来，你就有。你刚刚对我很凶地说。江琪撅了撅嘴，开始模仿起江月涵的表情，不想吃就不要吃。江月涵垂着眸，面对小姑娘的胡搅蛮缠，他意外的没有生气。事实上他和这个最小的妹妹交流并不多，他们的关系绝不算亲厚，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也不为过。总裁明天下午，崔妍突然走进餐厅，看到江月涵和江琪坐在一起用餐，他的面上闪过一丝讶异，毕竟这样的场景可谓是前所未有。江琪拖着腮下意识地打量着崔妍，这是大哥身边的崔特助，怎么看起来有点呆呆的？总裁，陆总刚刚打电话过来，问您明天下午是否有空。陆家大小姐这几天刚回国，陆总说过好几次想介绍妹妹给你认识，不知道明天是否合适？江琪皱了皱眉头，陆家大小姐，不会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帝京第一美人吧？这可不是普通的美人，这是大哥命里的结束啊！江月涵眸光一顿，注意力顿时从崔妍转移到了江琪身上。小姑娘仍旧在托腮沉思，谁能想到素来冷漠睿智的大哥，在遇到陆家大小姐以后，会化身痴情舔狗，恋爱脑发作，无心事业，整天除了舔还是舔。江月涵握紧了手指，认真又仔细地聆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那个陆小姐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不喜欢大哥，又吊着大哥，利用江家的名气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最后转头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大哥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求而不得，怒而黑化，直接成了大反派被嘎了。如果放在以前，江月涵绝对不会相信一个小姑娘如此荒唐的言论，但如今她既然能听见一个人的心声，或许这是上天通过妹妹对自己进行指引。江月涵的眉心蹙紧了，告诉陆云霄，就说我明天没空。崔妍点头，我知道了。江琪眨了眨眼睛，陆云霄这家伙我记得也是个心机叵，典型的墙头草，一开始接近大哥就动机不纯，完全是因为江家的地位才刻意讨好，实际上他不仅偷偷笼络大哥的手下为自己谋取利益，在大哥黑化后，他更是火速翻脸落井下石，跳出来指控大哥对自己的妹妹图谋不轨。哇，这就是传说中的勾心斗角吗？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端商战吗？属实我呀还是第一次见世面。江琪抬起眼睛，猝不及防地撞上了江月涵凌厉的双眸，他不由得被江月涵眼睛瞪得心头一沉。你继续吃吧，我有事先走了。江琪撅了撅嘴，这个认真的吗？让我继续吃？这狗都不吃的，什么都吃只会害了你。江月涵回头看了他一眼，江琪迅速表面无辜地睁大了眼睛，喜欢吃什么尽管吩咐佣人。江月涵耐心地补充了一句，这个妹妹像是个不喜欢出声的透明人，如果不是作为她的兄长，他可能不会多看她一眼。江月涵凝视着妹妹纯澈的眼睛，心情突然有些复杂，或许是自己误解妹妹了，她只是不善言辞和表达，想吃什么都行，别只说大话呀，先为我50看看实力。最后江琪收到了来自江月涵的10万转账。哥哥，你为什么突然给我转这么多钱？江琪看着手机屏幕，惊讶地说，话都结巴，不够再问我要。他丢下了一句相当慷慨的话，然后转身出了餐厅。江琪一个人坐在餐桌旁，美滋滋的心里冒泡，嘿嘿，又进账10万，看来他的精神病院养老生活是越来越有盼头了。江月涵坐进了劳斯莱斯的后座，他眯起眼睛去查一查公司里最近哪些人和陆云霄走得近。他对着驾驶座上的崔妍冷声命令道。崔妍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狠狠一惊，总裁这是发现了什么？他竟然开始怀疑陆总。
明白。崔岩虽然心中有惑，但他自有分寸，没有多问。另一边的江琪舒服地躺在床上，手臂下意识地伸展，不经意地触碰到了枕头下的异物。江琪急忙起身把枕头翻开，他的眼睛睁大了，是一块陌生的金属徽章，徽章的图案非常立体，整体是不大不小的六芒星，星星中间横贯着一朵鸢尾花。江琪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整个人僵直着。如果他没有记错，这是小说里一个神秘组织的标志，这是一个各方势力割据混战的世界，明面上是家大业大的豪门掌控一切，暗地里也蛰伏着许多势力强大的组织。神鹰便是书里强大的神秘组织之一，这个组织代表着邪恶和鲜血，是足以和女主抗衡的最强反派。其组织徽章便是盛开在六芒星中的鸢尾花。这个徽章肯定不是凭空出现在原主房间，那么原主到底和神鹰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一个不问世事的大小姐，怎么可能招惹这样的存在？难道说原主被神鹰盯上了？这枚徽章便是神鹰的警告，又或者其实女主早已重生觉醒，这是女主的手笔。江琪的脑海一片混乱，他虽然知晓这本书的大部分剧情，但原主这样的反派炮灰必然不可能描写各种细节，原主留在他脑海里的记忆也并不完整，思来想去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他不想死，也不想招惹麻烦。几天后，江琪再到学校上课，一群女生围在铁丝网边，神色激动，异常兴奋。江琪好奇地投出目光，中央的篮球场上，少年们矫健的身影如阳光般耀眼，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无疑是此刻正在带球突破的少年。他身形颀长俊逸，冷白皮配着深邃屹立的五官，一头极具漫画感的白发，像是漫画里走出的少年。江琪愣了愣，就在这愣神的一瞬，篮球突然飞出了铁丝网，正正好好的砸向了他的脑袋。江琪彻，你要死了！球甩那么高，还不快去看看人小妹妹被砸痛了没？白发少年慵懒的眯了眯眼睛，麻烦你替我去。江琪彻，江琪瞬间睁大了眼睛，这位白发少年就是原主最小的哥哥，目前在地心学园高中部就读的风云校草江琪彻。此时江琪彻已经背过身往场边走去，江琪立马上前一步，脱口喊了一声江琪彻。旁边的女生纷纷看向江琪，眼神里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敌意。江琪彻无动于衷，仿佛没有听到江琪的呼唤。江琪没有放弃，他拦在了江琪彻的身前。哥哥！一时之间所有人都顿住了，就连面无表情的江琪彻也微微一颤。搞什么？他疯了！围观的女生们顿时炸锅了，好不要脸，直接喊人哥哥，恶不恶心啊？江琪见江琪彻完全没有反应，他又唤了一声哥哥。完了，这哥该不会是耳朵有问题吧？少年的眼睛像是凝着霜雪的冰里。你叫我哥哥？对啊，你是我哥哥，我这么叫你不对吗？江琪彻的眉心皱了一下，厌恶的戾气从眼底生了出来。我是你哥，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爹？说完，少年拽酷的转过头去。江琪错愕的咬了咬唇，这哥真是不走寻常路，完全不给我面子啊！他看起来像是完全不认识我的样子，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不应该呀！江琪彻，你忘了你大明湖畔的亲妹妹江琪了吗？他的内心吐槽涌进了江琪彻的耳朵里。江琪彻离开的脚步不由顿住，他确实有个叫江琪的妹妹，但是他脸盲而且记性不好。他之前在家时，妹妹总是低着头嫌少和他说话，他对他的印象一直都非常模糊。江琪彻忍不住折返过来，重新走到江琪面前。你是？江琪彻眯起眼睛，江琪。江琪立马举起小手摇了摇，像一只可爱又讨喜的招财猫。是我哥哥。呜呜，这家伙总算想起我了。江琪彻有点被萌到了。没等江琪彻开口，江琪一把抓住了白发少年的手，他撅着嘴，脸上露出委屈伤感的表情。哥哥，我是来找你告状的，你一定要帮帮我，有人欺负你妹妹。围观的女生则再一次炸锅了，他竟然上手了，还要不要脸？他抿了抿唇，对着江琪说道。我们去一旁的花园说。场边的女生们一个个都难以置信的瞪大眼睛。江琪彻要和这个女生单独讲小话，疯了吗？江琪跟着江琪彻来到一旁的花园。所以你被老师罚到操场捡垃圾。原来早上来到教室的时候，因为他性格孤僻，同学们都喜欢欺负他。他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好像把什么东西给坐裂了，一瞬间整间教室响起了如雷一般的爆笑。他站起来，裤子上已经沾满了红色的颜料。他一把拿起了椅子上的碎裂小球，转过身去面向教室众人，狠狠地丢在了地上。红色的颜料飞溅开来，整间教室顿时安静了。就在这时，班主任徐媛走到门口，发生了什么事？徐老师，一个身材纤细的高个女生迅速地举起了手。江琪刚刚在骂人，班主任没有丝毫的犹豫，几乎是在一瞬间给江琪扣下了罪名。因为就连班主任也不喜欢江琪，所以罚他去操场捡垃圾。江琪彻听着妹妹的叙述，俊逸的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我知道了。江琪彻没有过多的表情，除了一句我知道了。少年没有再多说半个字。江琪不免忐忑，他看不透江琪彻的心思，他不会不想帮我吧？不帮我吗？我不帮啊，不帮就算了。行吧，我其实也没有很想让你帮，我自己也可以的。你真的挺一般，哈哈哈，好搞笑，你真的很装。江琪彻的唇角抽了一下，你别待操场了，直接回教室吧。回教室。江琪睁大了眼睛，那徐老师，你回去就是，剩下的交给我。江琪彻掷地有声的说到，莫名让人心安。江琪也不墨迹，听哥哥的话，大摇大摆的回了教室。此时徐媛正坐在办公室里低头批改着作业，突然门被敲响了。徐媛下意识的应了一声进来，俊美非凡桀骜不驯的白发少年直挺挺的立在面前。我只是想问问你，江琪他哪里做错了？您要惩罚他。江琪。徐媛皱起眉头，眼前这个孩子是谁？他又和江琪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来质问他？他有些生气的站起来，神色严肃。我罚江琪自然有我的理由，自然是因为他做错了。你又是哪个班的？江琪彻的眼里浮起层层的阴翳，和蠢人沟通真的很累。他向后退了一步，轻飘飘的瞥了一眼门口，正巧我也懒得和您说话，您自己和那位说吧。门口顿时传来匆忙的脚步声，然后徐媛便看到了气喘吁吁的校长。校长并没有看徐媛一眼，而是直直的望向江琪彻。他在心里疯狂祈祷，这位祖宗可千万别太生气，不然他就完了。江琪彻和江琪在地心就读，这
是他一直知道，也因此一直战战兢兢。江其彻行事张扬，大家都知他身份，所以也没什么人敢得罪他。但是江其就不一样了，这孩子低调过了头，不希望暴露身份，也拒绝特殊照顾。徐元，你怎么回事？他走到徐元面前，话语里是满满的愤怒。徐元被校长的这声质问给吓懵了。校长，你听我说。徐元咬着嘴唇，有些艰难的开口，说什么都晚了。校长冲着他失望的摇了摇头。徐元，你准备调岗吧。另一边，江其回到教室的时候，免不了被全班偷偷议论，他怎么又回来了？听说徐老师罚他去操场捡垃圾，没捡完不准回来，等会要被徐老师收拾了。江其刚坐下，教室门便猛地被推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班主任徐元。徐元的眼眶红了一圈，眼神中染着几分颓丧。他朝着江其的座位脚步仓促地走过来。江其，徐元的声音微微颤抖，老师要和你说对不起，是我冤枉你了，我也不应该罚你。老师就只是道歉吗？为了公平公正，您应该把恶作剧的家伙找出来才行。很快，教室的监控被调取出来，监控显示把整股玩具放在江其座位上的是一位名叫黄俊然的男生，这位也是位家境不俗的公子哥。是我又怎么样？黄俊然痛快地承认了下来，但他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歉疚之意，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罢了。我不会道歉的，你不肯道歉，还挺骄傲的哦。江其冷眼看着黄俊然，声色冷萃。我怎么记得你爸还没和你妈结婚之前，他就有个名正言顺的老婆，但是你妈已经迫不及待怀了你，然后你爸那可怜的老婆被迫离婚，你妈立马带着肚子和你爸领证。围观众人直接瞪大眼睛。等等！黄俊然情绪激动起来。江其，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江其歪了歪脑袋，唇角勾着笑。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得亏了原主留给他的记忆。被踩中痛处的黄俊然逃一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江其坐回座位的时候，有人用笔头轻轻地戳了戳他的后背，他转过身去，原来坐在他后座的正是刚刚给他换一条裤子的季清影。你还好吧？小姑娘刻意压低了声音问道。江其摇摇头，我没事。季清影的眉头轻皱起来，她仿佛自说自话般突然调转了话题。最近学校不是很太平，你也要小心一点。江其不明白季清影这话是什么意思，只听面前的女孩继续说道，最近千万别去艺术楼，石慧和黄俊然都在那里遇到危险了。石慧和黄俊然，这不就是今天欺负他的两个大魔王吗？这是好事啊，哪个替天行道的家伙藏在艺术楼做好事？江其眉眼舒展着，神色轻松。真的吗？他们遇到什么危险了？是上个月的事了。季清影娓娓道来，眉心依旧皱得紧紧的。那时候还没开学，他俩和其他几个同学来学园玩，然后在艺术楼出事了，学员不允许这事传出去，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的？江其反问。季清影叹了一口气，似乎有些无奈。我叔叔是学员的保安，他无意中和我讲的。江其的眼珠子转悠了一下，顿时来了兴趣。那你和我说说，石慧和黄俊然到底在艺术楼遇到了什么？我不知道，叔叔也没告诉我。事实上，这件事的细节叔叔一直讳莫如深，分毫没有透露给季清影。向来大嘴巴的叔叔都会告诉他，但这次却没说，有点吓人，怕你做噩梦就不说了。可是今天他分明看到石慧和黄俊然都正常来上课，他们的脸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江其也不由陷入了沉思，总觉得他的身边潜伏着许多诡异的秘密。那枚代表神鹰组织的徽章，看起来平常但又暗流涌动的地心学员，他穿的是大女主爽文没错吧？难不成这本小说还有悬疑属性？回到家的时候，刚走进门，江其便看到江月涵高大的身影立在门前。哥哥，他有些惊讶地睁大眼睛，今天这么早下班？我今天接到了校长的电话，所以提早回来了。江月涵垂着双眸，眸色沉沉地盯着面前的妹妹。学校的事你从来不和我说。话一出口，江月涵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好像没有立场说这样的话。明明之前他对这个妹妹也是不闻不问。江其撇了撇嘴，这个表现的好像很关心我，真是受宠若惊捏。不过这个最爱的还是他的陆家大小姐，我这个便宜妹妹不过是过眼云烟。江其正想着，江月涵却猝不及防地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腕。男人原本冷漠的面孔仿佛出现了一丝裂痕。江月涵有些哭笑不得，我真不知道这个妹妹的小脑袋里每天都在想些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和陆婉宁见过面，就算未来真如江其所说，我和这个女人会有什么交集，我就一定要爱上她吗？江其被哥哥牵进了餐厅，然后他便看见了餐桌上沸腾的火锅，以及周围摆着密密麻麻的牛肉。哇，我真怀疑这哥是不是猜得到我心里想什么？他怎么知道我想吃火锅，还有涮牛肉？两人面对面坐下，江其有些迫不及待，然而他并没有控制好力道，火锅的红油汤顿时飞溅起来，朝着江月涵的方向，红油甚至落在他的脸上。江月涵顿时皱紧了眉头，眼底下意识地透出嫌恶的暗色。江其心头一颤，手里的筷子差点滑落下来。完犊子了，这哥的表情不会要把我扔进油锅涮了吧？江其咬着唇，露出委屈巴巴的神色。哥哥，我不是故意的。江月涵低头擦拭着衬衫，声音听不出明显的情绪。没事。江其更加委屈巴巴，我知道你在生气，真没事。不，你有事。英俊的男人突然抬起头来，他猝不及防地伸出手指，江其的鼻尖被他轻轻地刮了一下，然后他便发现自己的鼻尖留下了一抹红油。好了，这样我们扯平了。江月涵眼神里难得跳跃出几分戏谑的光芒。江其撇撇嘴，行吧，你开心就好，只要不把我扔进油锅里涮就行。江月涵的唇角勾起浅浅淡淡的弧度。江其第一次看到他这般笑，他面对江月涵时心情总是有些紧绷，毕竟这位无疑是个严肃的难以应付的大 boss。但此时此刻，江其的心弦下意识地放松下来，他勾了勾唇也笑起来。吃到一半，江其陡然想起了江其彻。江其彻常年住校，就连假期也不回来吗？如今这家里竟然只有我和大哥作伴。江月涵蹙了蹙眉心，声音平缓地说：“你今天见到江其彻了？”江其点点头。今天多亏了他帮忙。说起江其彻，这个反派家族里的反派之一，他的结局自然也是相当凄惨。想到这里，江其垂下了眼睛。江其彻也是可怜人，谁能想到现在的风云校草，以后会被指控数十项罪名，终生在监狱度过。啪嗒一声，江月涵的筷子掉落在餐桌上。哥哥，你怎么筷子都拿不稳了？不会年纪轻轻就帕金森了吧？江月涵拿起筷子
子嘴角轻微的抽动了一下，我没事，继续吃吧。但他的脑海里依旧回荡着妹妹方才的心声。江其澈幼年时可爱的妖弟，一步步变成陌生的模样，冷血薄凉，桀骜不驯，以后甚至还会进监狱吗？江月涵的眸子里生出了深沉的神色。他想，如果不是小时候那件事，江其澈或许就不会性情大变，也不会和这个家渐行渐远，像是决裂一般。他和江其澈不算特别亲近，但他也不想看到母弟弟走上一条堕落的不归路。第二天，江其走进教室，刚坐下，一个满身富态的富太太正居高临下的瞧着他，眼睛里是明晃晃的不屑。你就是江其？江其无所畏惧的点头。富太太冷嗤一声，我是黄俊然妈妈，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好个黄俊然，说不过自己就找家长，真没骨气啊。这算不算妈宝男？教室里的众人见到这种场面，顿时来了兴趣，一个个都想看江其的洋相。两人走到了教室外的走廊，黄俊然妈妈把儿子拉到了自己身边。江其，我现在要你给我儿子道歉，也要给我道歉。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当众编排别人的家事，真是没教养，上不得台面。但我也不想和小孩子计较，你真诚的向我们母子俩道歉，态度让我满意，我就可以考虑放你一马。道歉？这年头，说实话也要道歉吗？江其睁着无辜的大眼睛，黄俊然妈妈顿时火冒三丈，仿佛要立马冲上来把他给撕了。江其抱了抱手臂，嬉皮笑脸，虽然你们很过分，但我大人有大量不计较了，毕竟关爱智障，人人有责。说完，他冲着黄俊然母子做了个鬼脸，然后头也不回的朝走廊另一头跑去。臭丫头，站住！你别跑！黄俊然妈妈怒刚想追上去，一群黑衣人却突然出现，挡住了他的去路。紧接着，江月涵眉眼冷漠的走过来，全身上下释放着不容忽视的威压。有空在这里讨嫌？江月涵声色薄凉的开口，不如多关心自己。他傲然冷冽的眸光落下来，嗓音森寒，仿佛在下达死刑宣告。天凉了，黄家也该破产了。黄俊然母子陡然睁大了眼睛，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像是被江月涵的气势和威压震慑住，身体甚至忍不住颤抖起来。十几分钟后，他重新回到教室，发现氛围明显改变了，其他人都没了看热闹的兴致。江其疑惑地坐下来，他的后背又被笔头戳了一下。季青莹小声说：“你知道刚刚谁来了吗？”“谁？”是江月涵。他一字一顿地说：“就是那帝京最出名的江家。”江其眼睛划过讶异之色，他那便宜大哥怎么会突然来学员？黄俊然和他妈被他吓得不轻。江月涵这人太可怕。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说了什么？季青莹努力模仿江月涵当时的神态。天凉了，黄家该破产了。幸好江其嘴里没喝水，不然一定喷出来。这不是霸总小说里经典的天凉王破套路吗？他大致猜到江月涵来这里是来替他出头的，不过这出头的方式还好他跑得快，不然亲眼见证有些羞耻。江月涵来地心学园并不仅仅是为了江其，也是为了江其澈。高中部篮球场，江其澈的死死盯着篮球场的另一角，身穿西装的英俊男人正立在那里，男人的眉眼和江其澈一样，透着令人望而却步的冷傲。两人一坐一立，隔着大半个篮球场对视着。江月涵和江其澈一前一后走进篮球场旁边的树林里，白发少年双手插兜，眉眼冷淡地看向自己的哥哥。西奇啊，你怎么来了？你从不打电话回家，我也无法联系你，所以只能亲自来一趟。江其澈嗤笑了一声，我不是一直如此吗？我以为你们该习惯的，习惯他对这个家的冷漠和逃避。江月涵的手指微微收紧，如果不是听到江其的心声，他不会如此大费周章来找江其澈。他努力让自己显得有亲和力。其实你也可以多回家看看。江其澈唇角的笑意愈发深了，你在开玩笑吗？大哥，不要惺惺作态了，互不干扰才是最好。江月涵的眸色狠狠一沉，但他并没有生气。但是昨天你向江其伸出了援手，他冷静地阐述着事实，面上并没有太多情绪。这么看，你倒也没有那么六亲不认。江其澈骤然眯起眼睛，脸上的表情全部化作冰封的森寒，只是一时觉得好玩罢了。不要对我抱有期待，大哥，不管是江其还是你，我都希望。白发少年冷漠地说着最无情的话语，滚得远远的。坐在教室里的江其突然打了个喷嚏。各位有个事和大家通报一下。石慧走上讲台，脸上带着恬淡的笑。大家也知道，希望杯的决赛我们已经筹备很久了，但是现在我们有点缺人手。石慧是文艺委员，而希望杯的全称则是希望杯少年戏剧大赛。如果能够在希望杯获得奖项，学生能为自己以后的升学提供助力。江其无聊地打了个哈欠，什么希望杯？这小说里也没怎么写啊，老是让他面对一些未知的情景，穿书真是穿个寂寞。石慧抿了抿唇，有些欲言又止。最后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们需要一个同学来演一棵树。话音一落，已经有人忍不住喷了，不是不能用道具吗？非要让人去演。有人提出了质疑，对啊，让人演一棵树也太侮辱人了。石慧像是早就料到了这样的场面，他的眼底极快地划过了一丝冷意。如果不是一棵树，还轮得到你们吗？既然大家都不愿意，我们就通过抽签来选吧。众人非常抗拒，但石慧的态度也相当强硬。我已经和校长报备过了，校长对这次决赛很重视，希望杯事关学校的荣誉。校长说了，谁被抽中不去的话，期末评奖评优就别想了。江其忍不住摇了摇头，这石慧小年纪还挺会的呀，这就道德绑架威逼利诱上了。石慧在一片混乱的人生中抽出了一张白色的纸条，被抽中的是江其。倒霉鬼竟是我自己，小丑竟是我自己，这个闷葫芦去演述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教室里的气氛瞬间轻快愉悦起来。讨厌鬼能参加希望杯，赶紧感恩戴德吧，让你演棵树都是抬举你了。石慧居高临下的看着眼前的热闹，写着江其的这张纸早在抽签之前就藏在石慧的掌心里。江其，以后你必须和我们一起参加排练。石慧看向江其，优雅的勾了勾唇，其他人他不敢得罪，唯一的软柿子只有江其，我拒绝。江其撇了撇嘴，果断
算出声，拒绝。石慧皱了皱眉头，既然如此，刚刚抽签之前你为什么不提出异议？现在抽中你了，你才开口。石慧同学，以后这种活动我就不参加了，参加了的话我就会不高兴，不高兴了我就和尸体一样和死了差不多。虽然我普普通通的没啥成就，但也是我妈的心头肉，她要是知道我受这委屈，一定会难受心疼，然后报警抓你毛。说完，他扯了扯嘴唇，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教室顿时一片静寂，石慧似乎被江琪这段突如其来的风言风语给震惊到。下课后，江琪走出教室门，刚走到长廊的尽头就被石慧给拦住了。希望杯的事我们还没有掰扯清楚，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江琪，我之前说过了，这个比赛很重要，你如果拒绝的话，不仅会失去评奖评优的资格，甚至有可能会被处分。评奖评优处分？他突然笑出声来，是很重要吗？你要是能让我直接不用上学，我还要谢谢您嘞。石慧的脸上露出错愕之色，他没想到江琪竟然如此的油盐不进，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你知道的，期末考核我也会参与。石慧突然调转了话题，眼角掺了几分冷意。你什么都不在乎，那么季清颖呢？我完全可以给他不合格。季清颖对江琪的示好，他好像和你关系不错，你想看到他因为你被牵连吗？你好好想想吧。石慧撂下这句话走进了教室，江琪只觉得有些好笑，他又不是圣母，季清颖借他一条裤子，自己就要为他去演一棵树吗？江琪买完水回到教室的时候，上课铃正好响起，他坐下来从书桌里抽出课本，哐当一声，一片非常薄的铁片从课本的纸页中滑落了出来。铁片，这是原主的东西，还是今天才出现的？江琪的眉头轻轻皱了起来，他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寻常的教室，寻常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异样和不同。他拿起落在桌上的铁片，翻转过来，他陡然睁大了眼睛，铁片的背面竟然刻着字：去参加希望杯的决赛。这是今天有人趁他买水的空隙，偷偷塞进了课本里。事到如今，江琪不得不承认，原主身上定然藏着许多他不知道的秘密。这块铁片和原主房间里的神鹰徽章会有联系吗？给他铁片的人到底是谁？季清颖。江琪转而向后看去，季清颖正在低头做着笔记。刚才下课有人靠近过我的书桌吗？季清颖抬起头来，微微皱起眉头，应该没有。江琪点点头，我知道了，对方手段高明，想来也不会轻易让人发现。江琪甚至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很可能已经被人监视着。放学后，石慧走过来，居高临下的瞧着他，考虑的怎么样了？你的答复呢？江琪平静的把书包的拉链拉起来，我会参加希望杯。石慧有些讶异的微睁大眼睛，他没想到一直油盐不进的江琪竟然突然松口了。是因为季清颖？石慧语气染了几分讽刺，你这样的人也会有心软，为别人考虑的时候，季清颖当然不是主要原因，那枚突然出现的铁片才是让他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又和原主是什么样的关系，合作亦或是胁迫。如果不照做，他是否会被报复，面临危险？只有参加希望杯，他或许才能从中获得一些线索，找到眼前这一切谜团的一点点答案。江琪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又是被大哥江月涵盘问，除了那位女老师，还有恶作剧的男同学，还有没有人欺负你？江月涵站在他面前，饶有耐心地询问道。他感到歉疚，同时也想帮妹妹讨回公道。江琪看在心里，默默叹了一口气，究竟是什么让威风凛凛霸道大总裁几天内迅速沦为啰里吧嗦男妈妈？到底是人性的缺失，还是道德的沦丧？哥哥倒也没什么大事。江琪云淡风轻地说道，学校里就那样吧，没什么事，我就先回房间了。江琪赶紧从江月涵眼前溜走，他并不希望江月涵过多插手学校的事，一来他并不希望自己江家大小姐的身份暴露，二来目前的情况还在可控范围内，并不需要江月涵这尊大佛出动，而且他若是开始调查学校里的事，原主身上的秘密怕是也会跟着泄露。江月涵有些挫败，一天之内他接连被亲弟弟和亲妹妹嫌弃，这对于原本不可一世的他来说，堪称毁灭性的打击。他冷静片刻，犹豫再三，又拨通了江琪彻的电话，结果还是一样无人接听。总裁这些都急不得，一直候在门口的崔燕安慰起自家的大 boss。江月涵仅无意识地看向窗外，和这群孩子打交道比做生意还难。我只是想让江琪彻周末回家一趟，让小少爷回家一趟，可能比一晚上赚500万还难。崔燕摇了摇头，有感发抖。江月涵随意地接过话筒，如果有人能让他回来，我倒是可以立马给他打500万。哥哥，你说的是真的？刚下楼梯的江琪恰好听见了江月涵的这番话语，他一路小跑到了江月涵面前。什么是真的？江月涵有些不明所以。就是你刚刚说，只要能把江琪彻叫回家，你就给人500万。500万倒不是什么大钱，他想花也得花得出去，可惜这钱注定是花不出去。江月涵的眸色染了几分深沉，声音也低低的，谁说花不出去？江琪勾了勾唇，胸有成竹又自信满满。如果我说我能做到呢？江琪知道他没把自己说的话当真，于是用认真的语气问道，哥哥，如果我把江琪彻带回家，你就说这500万给不给吧？给，当然给。江琪握了握拳，那就行，你们就等着看吧。江月涵看着妹妹的眼睛，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冷不丁的问道，你好像对500万很感兴趣。江琪点点头，当然，你缺钱也不算。江琪撇了撇嘴，我只是想攒养老钱。江琪和往常一样早起来到学院，只是今天有点不一样，来了个转校生。先自我介绍吧。班主任轻声提醒着站在最中央的少年，我叫陆庭深，以后请多关照。江琪闻声眸光轻微的顿了一下，陆庭深，这不是小说的正牌男主吗？此时此刻站在江琪面前的是10几岁的少年版男主。江琪仔细回忆着小说里的剧情，陆庭深原本是豪门陆家的私生子，他的母亲早年意外怀孕生下了他，但不知父亲的身份，也无处寻觅父亲的踪迹，只能一个人辛苦地养大了他。他原本在最普通的学校就读，
赌，在一次竞赛中大放异彩夺得金奖，并被地星校长相中，从而从普通学校转来了地星。所以现在的时间线正好是男主转学到地星的节点。男主来到地星后会成长得越来越快，同时也会慢慢发掘自己的身世秘密。陆家现在的太子爷正是前几天想把妹妹介绍给江月涵的陆云霄。陆云霄喜欢趋炎附势，真本事没多少。男主后面回归陆家，直接把陆云霄按在地上摩擦。再后来江家会覆灭，而现在低江家好几头的陆家会在男主的掌权下慢慢取代江家的位置，成为地京耀眼的顶级豪门。江琪撇了撇嘴，我可怜的江家到底拿什么拯救你？注定要完的命。不过说起陆庭深，其实还有个尴尬的身份，那就是他原本是原主的未婚夫，在重生后桑宁会抢走这桩婚约，代替原主嫁给陆庭深。江琪心满意足地点点头，所以这桩婚约说白了和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男主自然是属于女主的，而他江琪的归宿自然是精神病院。正想着，耳边传来桌子移动的声音，江琪下意识地抬起眼睛，只见陆庭深把课桌移到自己身边，并等等不对劲，以后你就坐江琪旁边吧。班主任和蔼的声音穿过大半个教室。放学后，江琪慢悠悠地收拾着桌上的课本，教室后方传来石慧清晰的声线：你说什么？体育楼在维修。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在体育楼排练了，要不我们去艺术楼吧？石慧闻言眼睛陡然睁大，艺术楼我才不去。这些话语尽数落进了江琪的耳朵里，这让他不由想起了季清影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江琪忍不住好奇，石慧他们到底在艺术楼遇到了什么？艺术楼里又到底有什么？艺术楼并没有被学员当作竞技封禁起来。石慧，江琪突然出现在这群人面前，他笑意盈盈地看过来，我今天刚好有空，可以参加排练。其他人也不由感到诧异，这个江琪性格怎么变成这样了？石慧咬了咬牙，我们去艺术楼。江琪潜意识里觉得艺术楼或许和自己收到的那块神秘铁片有隐隐的联系。江琪跟着石慧一群人走进一层的大教室，老师，我们把书演员带来了。女老师走过来拍了拍江琪的肩膀，我是这次希望杯的带队老师，希望杯决赛没剩几天了，你得加把劲啊。江琪敷衍地点了点头。江琪，看清楚了吗？那是你需要穿的，要不要提前试一下，看看习惯不习惯？石慧走到江琪身边，指着大树的道具服说道。江琪只是斜了石慧一眼，没有说话。随后他大摇大摆地坐到了一旁的休息沙发。不用了，我看着你们练就好，我这点戏份压根不用习惯，直接上场都行。江琪悠闲地打了个哈欠，倒是你得努力啊。说完，他直接往后一仰，慵懒地靠在沙发，像个监督他们排练的大爷。石慧，这首歌你还是没练会吗？带队女老师皱着眉头，这样是不行的。老师的神色严肃了起来，但现在也来不及改剧本了。这个唱歌的剧情如果改变，整个剧本都要大动，我们没时间了，我再试试吧。石慧自己也很懊恼，她皱着眉头，刚开口唱了个开头，哈哈哈哈。坐在沙发上的江琪忍不住大笑起来。江琪，你笑什么？石慧直接沉下脸来，江琪的唇角笑意未消，可是真的很好笑啊。在江琪看来，这首歌真没什么难的，但是石慧怎么可以唱得那么搞笑呢？你知道这首歌有多难吗？你来唱的话，可能还不如石慧呢。有人神色愤愤地替石慧打抱不平。江琪撇了撇嘴，随意地脱口而道：你们认真的？我不会唱歌的话，那就没人会唱歌了。石慧从来没有听过江琪唱歌，这家伙连说话都不利索，一个什么都不行的 loser 罢了，是吗？那你倒是唱给我们听听啊。江琪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教室中央，他歪了歪脑袋，笑嘻嘻的。如果我把这首歌完美的唱下来，你们怎么说？身旁的女生不屑地说道。那我就向你诚心道歉，行你们说的。江琪清了清嗓子，微微张开嘴，旋律瞬间溢了出来。对于上辈子的江琪来说，生活不易，需要卖艺。为了赚钱，他练就了18般才艺。江琪的歌声回荡在宽阔的教室里，悠扬地净化着每个人的耳朵。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睁大着眼睛。唱完了，他轻松地耸了耸肩。所以你们的道歉呢？你唱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加入学校的合唱团？女老师率先反应过来，我唱着玩的，所以没有加入合唱团的想法。他转而瞥了一眼石慧等人，知道他们拉不下脸道歉。江琪的眼中浅浅地划过一丝笔，我去上厕所。他转头出了教室。石慧见江琪离开，急忙来到一旁的录音设备前。很好，江琪方才的歌声被录音器一字不落地录了下来。他神色有些激动，老师，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那段唱歌的剧情完美的完成。决赛舞台上，我如果真唱的话，必然没法做到完美，但是我可以假装唱歌，只对口型，然后现场放江琪的声音。他刚才的歌声已经被录了下来，音质很好，我们完全可以保存下来使用。众人睁大了眼睛，不由诧异，石慧这是想在决赛上假唱，甚至是用江琪的声音假唱。老师的眼底生出震惊之色。可是江琪如果知道我们偷了他的声音，不用担心。石慧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平时我们还是照常排练，不要让他察觉我们的意图，只需要在决赛舞台上使用江琪的声音代替我唱歌就行。这样就算他不同意，木已成舟，水到渠成，他压根没法阻止。另一边，江琪从厕所里出来，转进了走廊里。此时正是傍晚，显得走廊内有些昏暗。江琪脚步突然一顿，透过余光，他看到了投射在楼梯口墙壁上的黑影，这是人影。楼梯那里大概率藏着人，会是那位给他铁片的人吗？果然有人在暗中观察着自己呢。短暂的沉默后，楼梯口的阴影消失了，大约等待了10秒左右，确定楼梯口的人已经不在，江琪直接转身往楼梯口而去，也就是刚刚藏着人的角落。这是江琪上辈子就明白的道理，风险越大，收益也越高，要找线索必须杀回来。楼梯口一处不显眼的墙壁上，江琪发现了奇怪的纹样，盛开在六芒心中的鸢尾花，是神鹰组织的标志。一切仿佛慢慢在串联成线，原主房间里的神鹰徽章，艺术楼的神鹰标志，所以江琪现在遇到的一切可能都和神鹰有关。这个组织到底想干什么，又有什么意图？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线索，江琪及时收手，没有再继续探究下去。他回到排练教室，教室里的众人已经重新投入了排练。江琪来到沙发前，开始收拾起自己的书包。来艺术楼排练只是由头，他的真实目的是来这里一探究竟。如今目的达成，他也不想继续待在这里。好了，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江琪提了书包，刚想离开，等等，石慧出声喊住了江琪：“你就这么走了？一点也不排练吗？”江琪依旧笑着：“我可
可不是你。决赛之前我只需要排练一遍就能做好。石慧睁大了眼睛，顿时哑口无言。没想到自己竟然被江琪给嘲讽了。没关系，石慧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淡淡的阴影。你的歌声很快就是我的。晚上江琪回到家，他现在要想办法把江琪彻弄回家。传输过来的他知道，江琪彻喜欢打一款名为传奇的游戏，而恰巧在江琪传输之前，生活的现实里也有款叫传奇的游戏。他果断地打开了书桌上的电脑，进入游戏论坛，他看了看，从里面得知了一个名为绝命的游戏高手。这个绝命很可能就是江琪彻。作为反派家族江家的小少爷，江琪彻可不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高中生，他实际上是一个电脑天才，未来的神级黑客。所以对于江琪彻来说，打到传奇全服第一并不是一件难事。他注册了账号，迅速进入游戏，凭借之前的游戏经验，他迅速以星号速通，从青铜打上了钻石，一时间火爆论坛。这是大佬的小号吗？应该不是，那些大神现在都在游戏呢，哪有空来操作小号？不是小号那他是谁啊？总不可能天赋异禀吧？我是不信纯新人能打出这样的操作，不知道我也很好奇。他的 ID 叫鲨鱼，这个 ID 大家有印象吗？接着他又匹配了一局游戏，然而看到对面敌方玩家的 ID 时，江琪的眸光微微一顿，绝命两个大字明晃晃的出现在眼前。与此同时，论坛再一次炸锅，鲨鱼匹配到绝命了。新神和旧神的碰撞，我们绝命才不是旧神，是永远的神，你们别搞错，鲨鱼才打了一天，算什么神？正好现在让绝命来验验火，看看是真的厉害还是运气好。江琪彻正坐在电脑前，如雪霜般的清冷眸光不偏不倚地落在对面鲨鱼的名字上，眼神里弥漫着几分漫不经心和微不可察的兴味。他也已经看了不少关于鲨鱼的动图，的确是个有意思的人，难得的让江琪彻生出了几分兴趣。现在正好让他来试试到底是不是水货。江琪进入游戏后火速来到中路，江琪彻也主打中路。江琪野心勃勃地操控着鼠标，想要给对面的江琪彻一点小小的震撼，但没想到这些还没对多久，江琪彻便把队友全部叫过来了。什么情况？江琪睁大了眼睛，江琪彻带着4个队友直接把江琪围在防御塔下。面对这种铁桶阵一般的5包1，江琪就算再厉害，也绝无可能逃出升天。江琪彻似乎对这个套路屡试不爽。江琪还没消停多久，江琪彻又带着4个队友包过来了。妈的，江琪已经开始在心里骂街。江琪彻，你是不是男人？有本事和我1v1单挑，拼操作，老是叫队友算什么男人？就这样开局仅仅10分钟，江琪已经死了整整5次。这场排位江琪输了。好你个江琪彻！他没打字发了一个代表不开心的表情符号，毕竟他也没指望江琪彻会回复自己。但是10秒后，江琪彻回了一个问号。江琪眼睛微微睁大，这家伙竟然回了，你是绝命本人，不然要不要和我打个赌？赌什么？赌下一次我们在游戏里遇上，我一定能够打赢你。还真有自信，你就说赌不赌吧。赌注是什么？江琪抿了抿唇，谁输了就要无条件答应对方一个条件，怎么样？幼稚，说谁幼稚呢？你是没信心下次能赢我吗？并不，那你怎么不敢答应？心虚了？行，我等着。江琪唇角微微勾了勾，鱼儿终于上钩了。随后他把自己和绝命打赌的事情发在论坛上，一时间引起了论坛热潮。虽然江琪彻已经答应他的赌约，但他还是不放心。第二天江琪走进教室的时候，陆廷琛早已坐在座位上，少年垂着眼睛，神色寡淡，整个人直挺挺的坐着，没有看江琪一眼。明明是同桌，但他们到现在还未说过一句话，荒谬又有点搞笑。就在这时，陆廷琛从书包里拿出了包装普通的面包，斯文的啃了起来。江琪看了他一眼，等等，别吃了。他眉心微微蹙起。陆廷琛动作一顿，然后不明所以的看过来，幽邃的眼底极快的划过了一丝厌恶之色。他讨厌被这样打扰冒犯。江琪压低了声音提醒他，你看日期，这个面包过期了。陆廷琛现在还未回归陆家，家里穷得叮当响，不然他也不会因为奖学金转学到地心。江琪知道一般这种出身贫寒的男主角都会有很强的自尊心，自己现在这样戳穿了他吃过期面包的事实，少年会不会感到难堪？江琪突然有了一种老母亲的心态，眼前的少年也确实只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正是自尊心旺盛最为敏感的时刻。可怜的娃子，他从书包里拿出了自己准备中午当点心吃的蛋糕，递到陆廷琛面前。他睁着圆溜溜的眼睛，语调温柔地说道，我不是可怜你哦，这个过期了肯定不能吃，我怕你吃不饱就不能好好上课，所以给你，我也不是白帮你的，你下次可以还我一个。生怕戳到男主角的自尊心，江琪绞尽脑汁说出了这些话。陆廷琛只是侧着头静默地看着他，沉沉的眼眸深不见底，看不出什么情绪。被少年用这样深沉锐利的眸光直直地盯着，江琪竟然生出了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这就是男主的威压吗？就在他准备收回手的时候，陆廷琛突然伸出手接过了江琪的蛋糕。江琪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转头拿出自己的课本，开始为上课做准备。他没有察觉的是，一旁正在慢条斯理吃蛋糕的少年，有那么1、2秒会把眸光不经意地投身在他身上，像是在观察，又像是审视。希望杯的决赛门票，我们班每个人都有份，愿意去的来找我拿票，周末直接去中央剧院就行。班主任拿着一堆门票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好哎，我要去现场亲自看看江琪怎么演一棵树。有的男生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嘴欠了。江琪手指放在衣服的口袋里，静静地摸着里面冰冷铁片。那个藏在暗处的人让自己去参加希望杯的决赛，到底是为了什么？一旁的陆廷琛敏锐地捕捉到了江琪脸上一闪而过的低落无奈，耳边是教室里刺耳猖狂的嘲笑声。少年不由捏紧了手指。周末希望杯决赛当天，众人在后台开始紧锣密鼓地整理道具。突然后台传来一阵骚动，不少人兴奋地站起身来，一个个出门口探头探脑着。听说今天希望杯的评委席有大明星来，哪个明星？石慧的眼睛里也燃起了几分好奇。是江初季。江初季。石慧闻言忍不住睁大了眼睛。那个当下最火的顶流明星，拥有多座奖杯的超
超级影帝，集少女的人间梦想。石慧听到这个名字也按捺不住了，和身旁的同伴一起往门口挤去。只有江琪一个人一动不动停留在原地。如果他没有听错的话，今天这个要来当评委的大明星是他的二哥江初纪。嚯，真是走到哪里都可以偶遇一个哥哥。江琪闲得没事干，翻看了一下希望杯的规则手册，突然看到一条，如果在舞台上没有台词，那么就不纳入评奖范围。这也太坑爹了，难怪石慧那么放心自己来演，不怕自己蹭他们的奖。原来这奖自己压根没份。石慧这家伙只想自己出丑，这算盘打得真好啊！江琪把规则手册放到一边，拿出自己的书包，准备掏出小零食垫垫肚子。然而零食没有拿到，他的指尖触碰到一块冰冷的铁片，之前的铁片被他放在了口袋里。那么这书包里的这块是？铁片上刻着全新的文字。比赛结束后，踩灭舞台中央的灯光总阀，右下角依旧是今天的日期。果然这是一块全新的铁片，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放进江琪的书包。那个神秘人竟然给他发布了新的指示，果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自己到底算什么？做任务的工具人？这个人凭什么不断指使自己？原主有把柄落在他手里，还是说这个人许了原主什么好处？江琪咬了咬牙，紧绷的神色中透着几分阴沉。思绪纷乱间，希望杯的决赛开始了，赶紧把道具服换上。江琪，石慧指了指堆在后台角落里的道具服，冲着江琪大声指挥道。江琪没有动作，沉默片刻，他从一旁的桌子下拿出了他早就准备好的袋子，一件青绿色的长衫被拿了出来。我觉得这套道具服实在不符合我的气质。江琪挑了挑眉，唇角的笑容愈发灿烂，所以我亲自给自己设计了一款演出服。江琪，你在搞什么？石慧终于绷不住了，谁允许你这样胡作非为？一点也不听指挥。江琪抱紧了自己的演出服，语气强硬，我的这身衣服明明更符合主题，不让我穿，那我也没必要上场。石慧闻言心头一阵烦躁，无处发泄，他的算盘似乎打错了。他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好半天才开口道：随你吧。江琪的这套演出服是一条透着森林绿意的森女系长衫，穿上以后，他给自己头上戴了灵动的枝叶头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江琪满意地点点头，像一个灵气十足的森林精灵。众人走出了后台，江琪跟在最后面。走到前台，江琪才发现舞台下面的观众席好多人啊，从上而下层层叠叠，一眼望过去尽是人头。而观众席的最前方则是评委席，但坐在最中间的则是一个耀眼的年轻人。江琪眨了眨眼睛，这个年轻人便是他的二哥江初纪。江初纪留着一头不算太短的头发，如果说其他哥哥的长相更偏向英气俊美，那么江初纪则是单纯的美丽。古代传说里的魅魔可能就长江初纪这样，是一种足以勾魂的美丽。而此时此刻的江琪只是个长得还算可爱的小土豆，至于以后会不会长开，他自己也不知道。似乎是注意到了江琪的视线，坐在评委席上的江初纪目光与江琪对视，随后江初纪微微勾了唇角，冲着江琪摇了摇手。哎呀，江初纪在朝我招手，不对，我感觉他在朝我招手。身旁女孩子们的大声尖叫，表演正式开始。江琪只需在开场出现一下，接下来便是大女主石慧的收场。她退到场边，面无表情地看着石慧表演，隐隐约约她察觉到有道目光正不偏不倚地落在自己身上。没想到江初纪竟然正在看自己，本应该观摩石慧表演的江初纪，竟然在这个时候偷偷开小差。他笑了笑，眼睛弯成漂亮的弧度。江琪有些不明所以，哥们我们很熟吗？原主和5个哥哥的关系都很糟糕，但是江初纪为什么看起来和他关系很好的样子？不，一定是错觉。舞台上石慧的表演终于到了最为关键的唱歌那一段，音乐响起，石慧掀开嘴唇唱歌，然而下一秒江琪微微一怔，这是他自己的歌声，假唱也就算了，竟然还挪用自己的声音。他捏了捏手指，脸色在瞬间阴沉下来。此时台下的人看起来已经沉浸在这片歌声里了，他们表情惊讶，完全臣服于石慧的表演。此时此刻，石慧仿佛是这一方舞台的真正主角，她的脸上露出欣然的微笑。江琪站在舞台的阴影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剧情进展到这里，舞台剧已经接近尾声，江琪等会只要在所有人面前表演一个复活，就算是完美收尾了。舞台的灯光打在他身上，突然的他勾了勾唇笑了起来。下一秒，江琪开口：活着真好啊，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竟然临场擅自加戏，谁允许这个家伙开口说话的？石慧捏紧了拳头，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心情。紧接着江琪轻轻地吟唱起来，他唱的正正好好，就是石慧之前唱的那首歌，没有伴奏，没有乐器，只有最纯粹的人声。观众们再一次沉迷了。什么情况？观众们开始不淡定了，这首歌不是刚刚女主角唱过的？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怎么可能有完全一样的音色和唱腔？观众席一片骚动，舞台上的众人则快要发癫了。被江琪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癫婆差点吓晕，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随着江琪最后一个尾音落下，舞台剧落下了帷幕。台下观众的反应可谓是神色各异，他们还不能退场，因为评委要对他们的表演进行点评。评委席上的老头老太太们紧绷着一张脸，神色严肃，只有江初纪似笑非笑地看着舞台上的众人。相信不仅仅是我，在场的所有观众都有一个疑问。江初纪慵懒地勾着唇，唇角扯着漂亮又漫不经心的弧度。你们刚刚唱了2次的歌，到底是谁唱的？这话一出，舞台上的众人神色则各不相同。突然的石慧拿过了话筒，大大方方地开口：是我唱的，评委老师。他的语气笃定，没有任何的犹疑。江初纪闻言不置可否，他的眸光转而落在了江琪身上，眼角的笑意加深。你也认同这个说法吗？小树同学。江琪的嘴角微不可察地抽了一下。小树同学是什么鬼？这位哥能不能别太荒谬了？江初纪的眼睛微微眯起，这声音是一直对我笑干嘛呢？和我很熟吗？和我关系很好吗？同样的声线再一次在江初纪耳边响起。哎，这位哥现在看起来是风光无限，谁能想到以后会身败名裂呢？江初纪毕竟见惯了大场面，纵然心里有惊讶和疑问，但面上的表情管理依旧做得很好。他平静且克制着。评委老师。江琪拿着话筒脆生生的开口：我也想说，是我唱的。这话一出，观众席一片哗然。原本是一场优秀的舞台剧表演，结果现在却陷入了假唱。移花接木，他人歌声这样的争议，中央剧院发生的一切正在被电视台现场直播着，一时之间话题度和戏剧性瞬间拉满。希望杯这个词条直接上了热搜排行榜。江琪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和石慧
慧直接当众清唱一段不就好了？到底是谁的声音？相信大家听完自有评判。这话一出，石慧的脸颊瞬间僵了一下。江琪看向石慧，突然勾唇笑起来。石慧，要不你先唱吧。石慧没有吱声，嘴唇紧紧的抿着。江初纪笑了笑，直接替他答应下来。好，就按小树同学说的，石同学，你先清唱一段吧。石慧深深的呼吸了一下，随即破罐子破摔似的开口。然而只唱了第一句，他就唱不下去了。观众和评委们已经心里有数，从舞台退场。江琪跟着众人沉默的来到后台，刚走进门口，江琪只听见石慧气急败坏的喊了他一声，紧接着一袭黑影奔到自己面前。石慧眼睛里汹涌着滔天的怒意，他扬起了自己的手臂，那手掌眼看就要落到江琪脸上。江琪迅速后退闪躲，他躲得还算及时。石慧的巴掌没来得及落在自己脸上，但是他的指甲却划过了江琪的脸颊，雪白的皮肤上顿时生出了几道红色的血痕。江琪后退的太快，一个重心不稳，屁股直接触地，重重的摔坐在地上。江琪眯了眯眼睛，他找谁惹谁了？明明受害者一直是他。石慧站在原地气得发抖，整张脸都气得涨红了。其他人冷漠地旁观着这一切，即便此刻的江琪是狼狈的受害者，他们在默许石慧这样的做法，甚至他们觉得江琪理应受到这样的惩罚。江琪，你毁了大家这么多天的努力。有人这样说道，你无非只是想出风头，想让全世界知道你唱得多么好。石慧是为了大家好，是为了我们能获奖，你好自私，好可恶。有人这样指责道。江琪从地上站起来，抿了抿唇，还没开口说话，有人敲了敲门，敲门的是江初纪的经纪人。你们好。经纪人何燕礼貌地勾了勾唇，他的眼睛向内扫视一圈，不介意的话，我想向你们借一个人。你要借谁？我们都空着呢。有人小心翼翼地问道。何燕的和善笑道，我找这位小树同学。其他人则陡然愣住，惊讶、嫉妒、不解，种种情绪涌上了他们的心头，最后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琪被何燕带走。你的脸怎么回事？何燕随意地问了一句。江琪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声色低低，没什么，被狗挠了。你们还随身带狗哦？何燕啧啧了一声，他领着江琪走到 VIP 休息室门前，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书记，我把人带来了。江琪总觉得现在这画面有点不对劲，特别像那些八卦报纸上写的，经纪人带着10几岁少女私会男顶流。正胡思乱想着，江琪面前的大门被打开了。好，你先走吧。江书记先是看向何燕，打发他走人，然后垂下眼睛，眸色沉沉地看向江琪，你跟我进来。江琪并不排斥见江书记，想喝点什么随便吧。江书记给他倒了一杯果汁递过来，江琪伸手接过。你的脸怎么回事？江书记坐到江琪对面，他慵懒地靠在沙发上，神色散漫，眼角却是勾着淡淡的玩味笑意。这哥们这表情怎么有点欠揍？如果我没看错，他好像在幸灾乐祸。哈哈，江书记突然笑出声来，小琪，你有时候真的很可爱。男人捋了捋额前的头发，有些意味深长地说，不过今天有点可惜呢。江书记轻轻皱眉，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本来想好好的欣赏小琪你生气出丑的。江书记慢条斯理地吐出这句话来，仿佛隐在黑夜里的毒蛇慵懒地吐着蛇信子，看你被耍得团团转也是一种乐趣。江书记用手托着腮，歪着脑袋看过来，这哥们是什么暗黑人格吗？竟然想看亲妹妹出丑，好歹毒。江书记眨了眨眼睛，他从来没有在江琪面前掩饰过自己的真正模样，他从来都不是好人，世人都以为他喜欢笑，可笑容背后掩藏着一颗暗黑腐烂的心。江书记一直觉得他的心里藏着极大的毁灭欲和破坏欲，他最喜欢看到等于像江琪这样可爱又脆弱的小东西被一点点敲打破坏的样子。哥哥，江琪脆生生的开口，突然喊了他一声。江书记回过神来，眸光落在江琪可爱的小脸上。江琪突然伸出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煞有介事地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江书记先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起来。江琪撇了撇嘴，看来真有病，没救了，这江家就没正常人，我竟然成唯一的正常人了。听到江琪这一连串的心声，江书记差点笑得停不下来，最后笑声停止。江书记若有所思地感叹道，我们小琪果然非常可爱，可爱到让他想要破坏掉。你找我来，到底想干嘛？江琪开门见山地问。他有些待不下去了，和江书记这样的疯子待一起，还不如和石慧那群妖魔鬼怪待一块。江书记的唇角微翘，怎么想走了？我只是想和妹妹叙叙旧，毕竟很久没有回家了。那现在？江琪指了指墙上的时钟，续完了吗？你啊。他状似无奈地摇了摇头，就这么想走吗？江琪没有出声，但心里想，当然了，我不想和怪哥哥待一块。好吧，江书记从沙发上起身，他转身去了一旁的桌子，从抽屉里拿出一团东西，又折返到江琪面前，把东西递给他。走之前把这个带走。江琪皱了皱眉头，他一脸困惑地接过东西，仔细一瞧，竟然是一盒药膏以及一块手帕，脸上的伤好好擦擦。江书记垂着眼睛，似笑非笑地说道，现在这样子可真狼狈啊。江琪有些错愕，暗黑人格怪哥哥突然良心发现了，不对，他还有良心吗？江书记没有说话，笑眯眯地把江琪送到了门口。妹妹，有机会再见。他半靠在门框上，眼睛弯成柔和的弧度，冲着江琪挥了挥手。江琪只是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随后便转过身，自顾自走了。江书记这个人迷惑性可真强，看着笑眯眯，实际非常阴质。刚刚那副模样，不知情的人或许真的会以为他是个好哥哥。江琪对这几个哥哥的了解，大多来自小说的描写和原主的记忆，但是不管是小说还是记忆，都没有告诉江琪二哥江书记竟然是个暗黑变态。他只知道江书记人生的大致节点以及最后的结局。江琪走进女士卫生间里，他把药膏打开，慢悠悠地涂在脸上。神奇的是，这盒药膏似乎还有遮盖的作用。江琪脸上的红痕瞬间不明显了。他回到后台的时候，所有人正围在一起聊天，声音低低的，不知道在聊些什么。决赛还没彻底结束，等
会还有几个参赛团队要上场。等所有表演结束，是万众期待的颁奖时间。我的东西不见了。突然的耳边传来石慧略微焦躁的声线：“什么东西？我们帮你找找看。”是一块手帕，很贵的。什么时候不见的？你还记得吗？从舞台上回来还有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江琪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沙发上，自动将这片喧闹屏蔽在外。然而那群人似乎不打算放过他。江琪，你站起来！一个女同学冲过来，强硬地拉着江琪的胳膊：“看看你这里有没有石慧的手帕。”江琪还没来得及开口，只见石慧一个箭步冲了过来，一把抽走了江琪口袋里录了半集的手帕。这是我的手帕。石慧拿着手帕仔细看了一眼，下了这样的结论：这明明是刚才江初季给自己的手帕。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江琪上前一步，眯着眼睛，神色冷锐地看向石慧。不然呢？石慧垂眸居高临下，这手帕还能是你的吗？这可不是普通的手帕，是 OPUS 的品牌，你买得起吗？偷了也不藏好，真蠢！不是你的东西，千万别惦记，也不看自己配不配。所有人已经认定了江琪偷了石慧的手帕，把偷窃的罪名狠狠地扣在他头上。江琪眸光转向石慧：“石慧，你现在拿走了我的手帕，要是不还的话，那算不算抢劫？你说我抢劫？”石慧拿着手帕差点气笑了，她索性把手机拿出来，冲着江琪摇了摇：“要不我们报警吧？你偷我东西，你觉得我抢劫？那我们就让警察来评判。”围观的众人纷纷表示支持，是让警察来看看到底是谁犯了罪。警察去了中央剧院的消息突然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不胫而走。警察已经来到江琪和石慧面前，你们详细讲讲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石慧拿起了手中的手帕，沉静又平稳地说道：“一开始是我发现我的手帕丢了，我从舞台上回来的时候还用过，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不存在丢在外面的情况。然后我就看到江琪的口袋里塞着我的手帕，我仔细确认过了，这手帕确实是我的。”好的，我了解了。警察点了点头，转而看向江琪：“同学，你也来详细讲讲，我们肯定不能听一方之词。”江琪点点头，一口气说道：“简单来说，就是这块手帕本来就是我的，但是他找不到他的手帕，觉得我这块手帕是他的，然后从我这里抢走了。问题是这手帕真不是他的。”警察积极地点着头：“这样吧，那只能调监控看看了。”江琪撇了撇嘴：“其实也不用调监控。怎么说？众所周知 ，OPUS 是著名的奢侈品牌，他们家有一项服务，顾客可以在购买的商品上刻上自己的姓氏。”警察眼睛一亮：“也就是说，这手帕上有你们的姓氏？”江琪笑着点了点头。石慧则微微一愣，关于 OPUS 提供刻姓氏服务这件事，他也是第一次知道。江琪这个穷酸货是怎么知道的？石同学，你能把手帕给我看看吗？手帕来到警察手上，他仔细的翻看了一下，最后在手帕的一角上发现了一个克字，正正好好是一个江字。怎么可能？石慧难以置信，江琪怎么可能拥有如此贵重的手帕？他的手帕又到底去了哪里？有没有可能这里存在一些误会？有人提问道，比如说江琪偷了石慧的手帕，自己刻上了姓氏，或者是石慧一开始买的时候苏给人刻错了，刻成了江。江琪用看傻瓜的眼神看向这个提问的女同学，这世界哪有那么多意外和可能啊？你怎么不说？你不聪明，是因为你出生以后，你爸妈偷偷给你换了脑子，而不是你天生不聪明。石慧捏着拳头，紧咬嘴唇，一言不发。最后警察还是调用了监控，找出了石慧丢失的手帕，原来是丢在了沙发底下。很快到了颁奖的时刻，所有参加希望杯的选手都聚集在了舞台上。江琪挨着地心的队伍站在舞台的角落里，江初季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拿着名单，开始宣读最后的奖项归属。地心的孩子们自然还是期待得奖的，但是江琪所做的一切又让他们得奖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他们现在只能一边期待，一边又安慰自己。江初季报了一个又一个奖项，但始终没有地心的名字。最后所有团体奖项宣读完毕，没有地心。这一刻大家终于心死，他们没有奖，一个都没有。这一刻所有人更加憎恨江琪了，这个毁了一切的贱人。接下来是个人奖项，最佳风尚奖。江初季的声音仍在众人耳边响着，最佳风尚奖是来自地心学员的江琪。地心的学生们都错愕地睁大了眼睛，凭什么？最佳风尚奖可不是什么安慰奖，每届希望杯表演令人深刻，话题热度高，给观众留下好印象的人才可以获得这个奖项，算是变相的人气奖。如今这个奖项被江琪斩获，成了地心唯一一个获奖的人，太讽刺了，太小丑了。这对石慧他们来说，比刚刚没有得奖的冲击还要大。江琪被主持人请到舞台中央，颁奖嘉宾递给他一座小金圆奖杯。江同学，你有什么获奖感言吗？主持人笑眯眯地问他。江琪的眼珠子转悠了一下，随后不紧不慢地开口：我觉得这个奖颁给我特别合适。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是一愣。大约过了2秒，观众席上传来了起哄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江初季眉眼微弯，饶有兴致地看着舞台上的江琪，他像是第一次认识江琪一般，似乎变得很不一样了。江琪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中央的江琪，却把目光投向了正前方，距离自己不到1米的铁质按压式开关，这个就是神秘人在铁片上提到过的。舞台中央的灯光总阀，按下会发生什么？直觉告诉江琪，大概率会发生不好的事，所以他不能照做。就在这时，石慧和其他同学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江琪身边。地心学员的学生，你们靠拢一点，我们马上要拍大合照了。此时江琪正处于摄像头的 C 位置，身边的人不断的往自己身上挤，仿佛想把他挤出中心位置。猝不及防的石慧从背后不动声色的伸出手，往江琪肩膀上一推，他往前一倾摔了出去，最后整个人摔坐在地上，他的屁股正好好的压在了那枚铁质开关上。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一时之间，各种阴色的尖叫声涌入了江琪的耳膜，场面一度混乱。1分钟左右，全场的灯光重新亮了起来，全场仍旧一片混乱。李教授怎么不见了？评委席上一个老太太瞪大了眼睛，神色惊恐的大叫起来。这一声惊叫才让全场的人注意到，评委席上的一个老头在之前那场短暂的黑暗里莫名消失了。希望杯就这样仓皇的结束了，所有学生被遣散出场，赶紧各回各家。回家的路上，江琪思考，这就是他的目的吗？趁着全场黑暗带走那位李教授。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开了微博，翻看了今天的热搜。李教授可是地精电影
学院的荣誉教授。江琪按灭了手机，没有心情继续看下去。他回到家的时候，整座别墅除了佣人没有其他人。江月涵显然没有回家，但没过多久电话来了，是江月涵的号码。他把电话接起，江月涵打电话来是为了确认他是否安全。没想到这个便宜大哥还挺关心自己的。江琪乖巧可爱的表示自己没有事，不过他有些好奇，江月涵会不会担心江初季的安危？和他同在中央剧院的江初季也是他的亲人，其实江家人的关系并不算好，这是江琪经过几天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整个江家看起来强大，但像是一盘散沙，每个人虽然都挺有能耐，但并不团结，他们形同陌路，关系疏离，有的甚至像是有仇。风光无限的豪门迎来覆灭，往往不是被外部击倒，而是内部的瓦解。挂掉电话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就在这时，微博的热搜更新了，李教授失踪的事有了后续。一位名叫金麦的女生发布了一条微博，这位女生是帝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此次事件中失踪的李教授就是她的导师。金麦在微博声嘶力竭地控诉了这位李教授，做项目的报酬被李教授克扣，分文未得。最严重的是，李教授曾对他进行不正当的骚扰。信息量有点大，所有吃瓜群众都懵了。金麦并没有停止爆料，他继续发布着微博。原来遭遇李教授毒手的不止金麦一个，还有许多电影学院的女学生。很快，此条微博热搜已经爆炸，舆论哗然。江琪觉得有些不对劲，金麦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机把李教授的恶行对外公布？如果说李教授在中央剧院离奇失踪，这件事的热度让金麦想要趁势爆料揭发罪行，这很合理。但李教授下落不明，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金麦这么做不怕李教授回来以后和他对峙，甚至威胁报复吗？除非金麦确定李教授不会回来。就在这时，金麦又发布了一条最新微博，他说自己因为走投无路，一度想要寻死，但是他实在不甘心。没想到一次阴差阳错，他接触到了一个组织，思虑再三以后，他决定委托这个组织来帮助他对付李教授。这个世界有许多组织，他们神秘强大，普通人很难接触到，但他们又无处不在。想要和组织做交易，要么给出他们满意的价钱，要么给出他们满意的筹码。金麦给不起组织想要的钱，但是他给出了自己能给的筹码，他愿意献出自己整个人。最后这个组织接下了这桩业务。江琪看着手机屏幕，坐在床沿低头沉思着。虽然金麦没有暴露这个组织的名字，但江琪可以非常自信地确定，这个组织就是神鹰。如今的神鹰还没有声名大噪，还在迅速发展扩张的阶段。在小说里，神鹰是代表鲜血和邪恶的著名反派组织，让男女主都超级头疼的邪恶头目。没想到此时此刻的神鹰竟然还会接手这样的正义事件，为电影学院的女学生出头。心头的疑惑越来越多了，他现在只想知道自己和神鹰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位神鹰组织的神秘人就那么相信他，万一他不照做呢？万一他没法让全场的灯光熄灭呢？那他的计划不就全部泡汤了？江琪现在的身体只是个13岁的孩子，神鹰组织应该没那么蠢，把保全数压在自己身上吧？想不通他就不想了。压抑了一天的困意和泪意终于在这个时候袭来，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忽然门外一道女声传入他的耳朵：“不进去看看吗？小姐，算了吧，他估计也不想见我。”江琪顿时清醒了，大脑飞速运转。这个时间出现在江家别墅里的女人，那只可能是他。从床上跳了下来，一把拉开了房门。走廊上还未走远的江玉嫣突然身形一顿，江玉嫣忍不住回头，江琪就这样直直地对上了女人明亮圆润的杏脸。这个女人是原主的母亲江玉嫣，江家的江其实是江玉嫣的江。江家人都是随母姓，身为江家尊贵的大小姐，上一代江家家主宠爱的独生女儿，江玉嫣生来众星捧月。她高贵的身份以及她作为江家唯一的继承人的事实，意味着她的婚姻必然非同寻常。江玉嫣要继承江家，那么她的丈夫只能入赘。江琪看着这个今天才见了第一次面的母亲，她勾了勾唇，甜甜的笑了一下：“妈妈，你回来了。”江玉嫣神色一怔，女儿不愿意和她亲近，江玉嫣是知道的，她也习惯了，所以尽量不去打扰这个孩子。眼前的这一刻对于江玉嫣来说就像做梦一般，妈妈长得好漂亮啊，比一些明星还有气质。江玉嫣则骤然睁大了眼睛，比眼睛也好好看，又大又明亮。江玉嫣确信江琪刚才没有开口说话，那她听到的又是什么？是这个孩子的心声，竟然还有如此奇妙的事情。江玉嫣心里又惊又喜，其实她一直很好奇女儿的内心世界，江琪从来不会告诉她，她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难道说是上天听到了自己的祈祷，给了自己这样的机会？小琪，江玉嫣的嘴唇颤抖了一下，她快步来到女儿面前，微微蹲下身子，抿了抿唇，嘴角勾着温柔的弧度。妈妈今天刚回来，有给你带礼物，爸爸还在国外，等事情全部处理完，他会马上飞回来。爸爸，江琪的眉头狠狠地蹙了一下，糟糕，这几天他只顾着和哥哥们打交道，却忽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那个男人压根不能算我爸爸，他就是一个赘婿、凤凰男、人渣、道德败坏男，还有私生女。江玉嫣整个人愣住了，也许是这段新生的信息量太大，她正愣了好一会儿，迟迟没有反应。江琪见眼前的江玉嫣像是走神一般魂不守舍，他语气柔和地说：“妈妈，我看你状态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要不你先回卧室休息吧。”“我没事，小琪。”他摇摇头，露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江琪心里默默叹气，哎，可怜我的美人母亲，渣爹迟迟不回国，你真以为他在国外处理事务？他的老相好白月光也在国外，他的私生女也在，他现在搞不好正在享受阖家团圆之乐呢。江玉嫣脸色一白，身形像是瞬间化作冰雕，整个人猛然僵住。他真的无法相信，但他也无法当作无事发生。江玉嫣想，不管怎么样，他都应该去求证一番。小冉，你好好休息。想到这里，江玉嫣心里已经有了决断，她努力勾起唇角，对着女儿浅浅一笑：“我确实状态不太好，得回房里躺一躺。”江琪
理解地点点头，你快去吧。他松开江琪的手，转身从楼梯口走了下去。江琪回到房间后，慢悠悠地打开了电脑，想到刚刚和江玉嫣的第一次见面，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其实美人母亲对原主着实不错，一直是默默关心、掏心掏肺，但是原主对谁都一个样，自闭又冷漠，长此以往，江玉嫣不免被伤透了心。后来真千金桑宁找上门来，用她的活泼可爱治愈了江玉嫣，也终于让江玉嫣感受到了和女儿的双向奔赴。所以原主最后被所有人厌弃，倒也不冤，自己做的。江琪想不通的是，原主明明出身豪门，身体也没什么缺陷，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性格？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又到底有什么秘密呢？这些书上没有说，记忆里也没有。随后江琪登上了传奇，这次他又碰到了江启彻，许多问询来的观众都来观看，整局游戏打得非常激烈，最终还是由江琪获得胜利。他火速私信了绝密赌约，大约几十秒后他收到了回复，我知道你会来，等着呢。江琪小心翼翼地试探，本人烦不烦？每次都要问一遍，那么暴躁，那确实是本人了，我也不绕弯子了，我找你是希望你履行我们的赌约，这是自然。江琪皱了皱眉头，这家伙今天很不对劲，这么好说话，这还是那个冷血可怕的江启彻吗？感觉你今天格外好说话，你再唧唧歪歪，那就别聊了，别我还是要聊的。你猜我想要你完成什么要求？猜不到，我希望你能在周末回家和家人共度晚餐。大约2分钟后他回了，你在发癫吗？江琪抿了抿唇，嚯，这才是他认识的江启彻，之前的江启彻有点太过温柔了。我没发癫，我认真的，我现在想让你滚，滚不了。我坐椅子上，绝密，我感觉你似乎不太情愿，但是我想你不会是要赖毁约的人。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听起来很无厘头，但其实我在做一个很重要的研究，你是我的样本。什么研究？大致就是关于网瘾少年的家庭与亲情观。江琪硬着头皮胡说八道，你要不帮我这研究就泡汤了，而且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打赌了，我还赌赢了。江琪开始对江启彻进行道德绑架，对面在沉默了整整半分钟后，终于发过来一条 OK。 江琪心满意足的勾勾唇，大功告成，他的500万正在向自己招手。次日早晨他没有去教室，而是直接去了艺术楼，因为时间过早，艺术楼里并没有人影。他沿着长廊一路来到上次的楼梯口，随后对着楼梯上方唤道，你出来。回应江琪的先是一阵沉默，而后一阵极轻的脚步声溜进了江琪的耳朵。经过昨天的事，他已经可以确定，那位和神鹰有关的神秘人对自己大概率没有恶意，甚至他们之间还存在一种隐秘的合作关系。来的是一身黑衣黑裤的少年，他看起来只有17、18岁，少年的皮肤很白，没什么血色。找我干什么？小琪。眼前的少年显然认识自己，他只能尽量和他装熟。希望杯。他试探性的开口，暗自观察着少年的表情。少年弯了弯眉眼，希望杯啊，想必你也看到新闻了，托你的福很顺利。他抿了抿唇，故作苦恼的说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昨天我没有做到？少年走到江琪面前，无所谓的笑了笑，本来我也没指望你啊，给你的那些任务只是为了锻炼你，但是你出乎意料的做得很好。江琪的脑海里对于原主身上的这一系列秘密已经有了大致的雏形，他撇了撇嘴，故作轻松的说道，你准备待在这个不见光的艺术楼待多久？少年闻言突然探头过来，唇角勾着浅淡又清爽的弧度，我这样还不是因为你，组织派我暗中保护你，我只能待在这里。你也知道我的形象不方便暴露，只能藏着。小琪，其实少年的声音突然沉了几分，你今天不该来找我的。江琪心中有些紧张，但是面上未显丝毫慌乱，同时他的脑袋也在接收着刚刚知道的巨大信息。少年说的组织必然就是神鹰，事到如今一切都明了了，少年和原主竟然都是神鹰的人，神鹰貌似还挺看重原主，还派专人保护他。